我一直在情字这条路上孤独地奔跑。相亲的对象可以装满一辆空调车，个个都是极品。身边的亲戚朋友见到啊，至今单身的我总是摇头叹息，仿佛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就是病人一样。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相亲对象吧，以英文字母排序啊，我们就称他为 A 男。A 男就是这个 A 男，他是姑姑介绍的啊，是他家老邻居的儿子，当时呢是一个小外企的一个销售经理。见面时的话，地点是约在 A 就是这个南方楼下的咖啡馆。为了迁就姑姑，暂时咱就忍了。迟到了10分钟之后呢 ，A 男就是看到他一身休闲服出现了，出场的样子极为震撼，他身边还跟着他妈妈。最主要是见到我的一刹那 ，A 男对他妈妈说去上楼，把我的这个钱包拿下来。感情如果说对我不满意，这顿咖啡指望我请客呀。一杯咖啡下肚，我起身告辞。A 男坚持要请吃，要请我吃晚餐。打车就到了徐家汇，晚餐选在这个金诺咖啡。落座后呢 ，A 男自顾自就点了一桌的东西，然后很自责地说这家餐厅啊用得多。原料都是他们公司提供的，经常出来吃一吃，检验原料的质量，难怪啊群念来了。然后呢 A 男就滔滔不绝的就开讲了，讲话的同时呢，把这个大半食物风卷残云。我很识趣的默默啃着胡萝卜条，因为减肥，二位啊就是不要为他的这个德性反馈了。我给姑姑的反馈是不满意，姑姑为了不驳老邻居的面子，硬要我和 A 男再交往。没办法，只好又去看了一场电影，记得是《非诚勿扰》看过的。这个过程中啊 ，A 男没发出一句声音，看完电影也不说话啊。打车送我回家的路上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他说下星期六你有空吗？我们再见面吧。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好啊。他又接着说对了，你对婚前同居现象是怎么看的呢？然后我又接着跟他说别人怎么做我都能理解和尊重，但是我本人是不赞同的哦。想起来了，下周六我出差哦，他就是这样给我回的。不管是谁的面子，我真的是再也不能忍了，当即提出不要再见面了。B 男呢，又是姑姑他老人家介绍的是他干妹妹的老同学的儿子，是会计师出身的一个律师姑姑，是这样介绍的，人家可是独立开律师事务所的哦，前途无量啊。就是人不高，1.72米左右吧。为了照顾老人家的情绪，我就特地穿了平底鞋。一见面发现还是需要服饰。原来1.72米不是毛高，是加上内增高鞋子的一个衬垫以后得出的数据。因为是俯视，我很清楚地看到了 B 男这个脑门上的稀疏。我们的对话是从讨论头发为什么会永远离他而去开始的。我一直对会计和律师这2个职业有一点不感冒，为了打破这个偏见，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是多么的肤浅我试着和 B 男这个双料男人开始去接触。交往不久， B 男为了炫耀从小练就的钢笔字，不用电子邮件，而采用传统的书信方式跟我联系，落款处还特意盖了章上面写着律师 B 某某。然后呢，给我一通电话，我发出的律师信你收到了没？还好声音不高，否则被同事听到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呢。没见面几次， B 男呢就摆出了高姿态，居然建议把约会地点设在我家，因为他要尝尝老妈做的小菜。其实我很清楚，他是舍不得去饭店的开销，
因为每次他都恨不得把盘子吃下去，一边用米饭擦盘子的菜汤，一边说这些都是真金白银买的哦。有一次碧南给我家打电话，是老妈接的，她的口气呢非常的恶劣，省略了全部的礼貌用语。我跟她提出，她居然说对你老妈有什么好客气的呀？我和碧南有过一次雷人的对话啊，我们是这样说的。碧先说啊，我在顾村有套房子。我回答说，那你上班啊还挺远的哈。他说是啊，所以结婚后呢，我打算住到你家里去啊，类似的事情哈。真的是罄竹难书，哎，残酷的事实哈。再一次验证了和会计师加律师的双料男人交往的后果，我自认失败，高举白旗。接着我们再说一说西南哈。西南是老妈另外一个同事介绍的，本来这位阿姨啊，是来就是拉老妈去买保险的，未果，转头来给我做媒。西南是她的一个客户，在国企工作，有房有车，但是呢，父母双亡，我不稀罕这些物质条件。看在保险阿姨的一片好心，哎，就去瞧瞧吧。我们是约在保险阿姨啊，这个她家附近见面。新兰呢，开着她的车姗姗来迟，虽然说夜色阑珊，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啊，是一部这个普桑。这天下呀啊，没下过雨，但是灰灰的，看不出车身颜色。车子里乱得像垃圾箱，小配件呢咣当作响。不是说车子是男人的大老婆吗？就这待遇啊。而所谓的房子，是棚户区里的一个这个老私房，等着政府或者是建筑商奥来拆迁的那种。新兰给我的第一印象呢，还算是诚恳，所以啊，我觉得继续去交往，再看一看，也许是我答应了。第二次见面，西南就放肆了许多。吃饭的时候呢，一支一支的抽烟。我说，就算我不介意二手烟，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西南教育我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哎呀，这个你就不懂了，我抽的可是好烟啊，中华每天至少2包，但是啊，我不会伤身体啊。我突然感觉自己是和烟囱聊天之后呢 ，C 男的抽烟越来越凶。就是和我的忠告可能在较劲的意思。西南呢，开车啊也不顾交通规则，好几次都严重违章。有一次居然还在高速上和沃尔沃飙车，被人家甩开了10万8千里。我每次坐上他的车啊，就能感觉到买份这个交通意外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1个月之后呢，西南开始催婚，我还来不及说不行啊，他就接着说结婚后马上把户口迁过来我们那里啊快拆了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这个拆迁时多分的那几块钱啊。欣然的介绍人有一天啊，很兴奋地通知我有个老战友的儿子不错啊，一定要给我这个介绍认识一下。于是开始了我和地南的一段这个纠结的经历。地南的老妈她是开了一个装潢的小店啊，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卖窗帘啊和沙发套的。地兰呢是店里的项目经理啊，就是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安装工头。第一次见面呢，地南坐在淮海路的一个露天的星巴克里，喝着这个焦糖啊玛奇朵大谈他刚参加完的米兰面料发布会有大谈，手边正在进行几个设计方案，一边说啊，一边不时用手扶一扶这个竖起的 T 恤的这个领子。初步感觉啊，地南是挺有上进心、挺实诚的一个青年，又是熟人介绍，那就试着开始交往尝试一下吧。之后的多次约会都是和地南的工程进度分不开的，
不是陪他去北京路这个五金街买螺丝啊，就是去店铺查看这个布料的库存。有一次这个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，D男突然说我家在松江，就近郊有套房子是毛坯房，一直没有决定如何装修，你何时去看一看，然后给点意见。我说道，你是专家呀，我一点都不懂，为什么还要问我呢？然后呢，D男看我接了茬，然后呢就接着说，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这间房呢是要你来装修的呀。我用了王子这个词，也许就是让很多男同胞有些不感冒。其实只要真心爱护我，给我安全感，让我觉得和你在一起幸福，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王子。同理，家财万贯，一身铜锈，不学无术，始乱终弃，不思进取，低级趣味的那些男人，对于我来说，那就是蛤蟆了。马摩图先生有句名言，简陋难打演绎，光是针对文物收藏，选择婚姻对象也是如此。我的经历总而言之就是识破了大量的赝品，还未遇到沙里的珍宝而已。